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4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伯宏于老师，欢迎于老师；情感导师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严品红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陆琪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看看今天的4位情感导师如何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他们的情感困惑，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这次复合之前，他就是个渣男，对我也从来不在乎，还和别的女生暧昧。我们这次复合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我分享给他我的生活，他也从来不在意。我干什么他都要管着，我连正常的社交都不能有。我们之间没有一点信任，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他处下去了。我平常关心他，他就会觉得我在控制他。难道男女朋友之间什么话都不说就对了吗？我不知道自己在他心里算什么。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秦先生21岁，来自山东学生，有请小秦，有请。石女士21岁，来自甘肃学生，有请小石，有请。欢迎2位年轻人哈，这位是我女朋友。哦，喜欢吗？喜欢啊。这位是你的？我男朋友。喜欢吗？喜欢。今天是因为喜欢来这儿了吗？还是因为在喜欢的背后发现有一些纠结的东西呢？我们俩因为就是闹矛盾了，然后他就想来这边调解一下。事情是这样子的，我和他谈恋爱已经有2年多了。放假期间我们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兰州，但是只要开学的话，我们就在不同的地方上大学，所以的话也算是一半的异地恋呗。但是就是因为异地恋的原因，我们中间分手过一段时间，后来重归于好之后，感觉我们之间出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异地恋多久的时候分手的呀？是在去年的圣诞节那会儿分手的，是因为当时我们2个吵架，他觉得我对他冷暴力，然后他给我提的分手。分手了多久又复合了？是在今年假期的时候复合的。半年前复合的。对，半年前复合的。就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我们俩碰到，就跟第一次相识的时候那样子一个状态。相识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啊？再见面就分手，半年之后还能一见又和好？因为我们第一次相识就是在那个地方，我们2个在兼职，在同一个车展的同一个展台嘛。当时我对他感兴趣，我就去主动追求他了。然后分手之后，我们又是在同一个地方，同样的时间段，我又见到他，我就觉得特别奇妙。然后我又主动的去接近他，他也同意跟我继续在一起。我们俩当时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冲动，当时车展加了微信聊了有1个多月左右，然后有一次他叫我出去喝酒，我们俩那天就聊了很多。他当时那天晚上是这样子的，那天晚上我们喝完酒之后，我就陪他聊天嘛，我和他很聊得来，很投缘，我就把我的一些过去的感情经历就全部告诉他，我不想给他隐瞒我以前那些事情，因为我以前是一个特别渣的男生嘛。因为以前有过10几多段感情这样子的，对男女之事也比较随意，但是我不想隐瞒他了，而且当时的状态就是不想再继续浪下去，不想继续玩，想好好的找个女孩子好好谈恋爱，一直走下去。我就把这个态度给他表明了，向他发誓我以后绝对不会辜负他。他当时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就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选择跟他在一起。没想到在一起之后，我就发现态度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当时很热情，但是后来就对我很冷淡。我觉得就根本没有他说的那么有喜欢我。因为那段时间我们都在考试呀，那段我对你冷淡的时间，我们2个都在忙期末考试的事情。你总能抽时间回一下我吧，给我发消息啊什么的。在一起也不容易，我就不想让这段感情这样浪费掉。然后我计划了一次旅行，我说我们俩一起去成都玩一玩，然后可以促进一下感情。没想到那天我在他手机上查旅行信息的时候，我看到有2个女生同时给他发消息，然后我点进去一看，跟一个女生的聊天记录很长很长，我翻了半天，几乎就每天他们俩都有在那根本不是你说的那样子呀。主动问我早上好晚上好，我出于礼貌性我肯定要回2句啊，对不对？我都是很敷衍的在应付他们。你也看到那些聊天记录了，根本就没有你说的那样子，你是不是记错了？当时我看你朋友圈去的时候，
你朋友圈里面直接把我们俩秀恩爱的照片都把他们俩屏蔽，他们俩谁啊？一个是我前女友，一个是当时对我有好感的一个女孩子。我当时也觉得这件事情不对，我就当着她的面跟她说这件事情我做错了，我给她道歉了，当着她的面把那2个女生都删掉了，还重新发了朋友圈，再也没有屏蔽任何人。就因为这样，我当时我心里面虽然很生气，但是我就想的是他可能有在变好，我就没想太多。结果那段时间临近圣诞的时候，我直接那一段时间联系不上他，就是给他发消息他也不回，打电话他也不接。因为那段时间真的特别忙，我给你发视频了。我那段时间一个是校外培训的事情，那个一天要占用我大部分的时间，还有晚上回去还要陪我的室友打游戏，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总不可能拒绝人家，是不是？打游戏真的那么重要吗？那你每天那么多时间，你总能抽出时间跟我多聊一会儿吧？我给你发那么多消息，你看不见吗？我有抽出时间给你发消息啊，我闲的时候我是跟你聊天了的，你怎么就不记得我跟你聊天了？你就记得我没有跟你聊天？你这样那段时间我真的特别累啊。什么叫你特别累？我就觉得你是故意不想回我消息，那样子谁能跟你继续走下去？所以那段时间就因为这，他经常冷暴力我，我联系不到他。本来异地恋就很累了，然后他还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经历了这件事之后，后来呢？后来我就觉得我当时做的确实不对，我就好好反思了一下，我就觉得如果以后再和别人谈恋爱的时候，绝对不会这样子的。结果没想到后面我又碰到他了，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我再次追求他，我就发誓以后跟他好好谈恋爱的话，就绝对不会像之前那样子，一定要改变自己原来的态度。啊。但是我们俩就在一起之后，我觉得2个人谈恋爱就是应该要开开心心才好。但是他总是愿意把他的那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强加到我身上。就比如说他喜欢跑步，他就非要拉着我跟他一起去连麦跑步，他跑个几公里都可以，我跑几百米都已经很累了，他就非要让我跟他一起跑步。可是那段时间不是你说你想减肥的吗？那女孩子那样说减肥很正常呀，但是我不喜欢跑步，我就不想用跑步的方式去减肥啊，我有自己的想法呀，你为什么非要用跑步来约束我呢？那段时间他把我的课表都要走了，白天我上课，晚上他要拉着我一起去看恐怖片，我从来不看恐怖片，因为我比较胆小。然后那段时间就跟他看恐怖片，有时候晚上夜路也不敢走，一个人也不敢去上厕所，严重影响到我生活了都。我跟你分享那些东西，我就是希望我们有那种共同的话题，我们可以同步做一些事情。我跟你分享那些电影，就是想跟你一起看呀。动漫我也不喜欢看，全是日语的，我不喜欢看呀。如果你不喜欢看，你可以给我讲吗？天天就是每天就要逼迫着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而且把我时间安排得满满的，我就很反感他为了要培养一些共同的话题，就要跟我说一些有营养的话。然后我跟他说，我想买一个包包，已经喜欢很久了，我攒钱，我生活费从里面攒了，已经购买了。但是他跟我说不要追求名牌什么什么的，就给我扯一大堆那种概念性的东西，我完全听不懂。那当时想一下我们当时的情况，我们两个都还在读书，我们都是学生，又不是什么有稳定收入的职业，你何必为了追求那种东西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不是？我也没有完全拒绝你去买那些东西，或者说等你以后有工作你再买，你不应该现在买，你现在就应该好好读书。我又没有让你买，我自己攒钱，我想买我就想买啊。然后我跟你说我想理财，你又跟我说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你好吗？你烦不烦？你每天都那样跟我讲大道理啊。那他会干扰你的正常社交啊，影响你社交这些吗？会，他就把我每天的生活都盯得特别紧，我不能有一点点私人空间，而且就只要是我身边一个活的男的，他都不让我接触，就连我闺蜜都不行。七夕的时候，我跟她一起出去逛街，到一半的时候，我闺蜜忽然给我打电话说她跟男朋友分手了，然后在那儿哭得很凶嘛，然后我就说过去安慰她了，去照顾一下她，怕她出事情嘛。然后他就在那儿跟我生气，我不该生气了。我们那天是七夕，那是我们和好之后的第一个重要的节日。那天本应该我们两个好好相处，我们一天应该都应该在一起的。我们当时都制定好计划了，去吃饭、去玩、去唱歌、去看电影，对不对？去喝酒。结果还没吃晚饭，他一个电话就把你叫走了。我能不生气吗？我怕她出事情啊！你别总你闺蜜的，我就知道你对你闺蜜特别好，你闺蜜对你什么态度？你每次出什么事情她都不管你，每次你有求于她都特别敷衍你，结果你还不听，你就说我管你管得太死了，后面你还不是跟你闺蜜闹掰了，你受不了那个臭脾气。那是我跟她的事情，我不需要你管。不仅这样子，而且就还有。我平时就会兼职一些平面模特拍摄之类的，就跟甲方会有一些话要谈，要安排一下事情啊，或者说有一些资料要商量，在私底下见面聊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为什么电话上
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事情，非要见面去说。本来就是这样子，那个人找你聊天，他当时找你见面，不就是说我们见面2、3句话就说完了？但是他都这么讲了，为什么不电话里面说呢？是不是？你说那些报告、这些流程什么的，现在网络多方便，一个电子版发过去都懂了，非要跟你见面，你自己能不能动动脑子？万一人家对你图谋不轨、另有所图呢？你就觉得所有人都对我图谋不轨的，你就只要看到我身边的男的，你都对我图谋不轨。我跟人家出去正常的聊天、社交、谈谈工作的事情啊什么的，你就觉得所有男生都对我有意思。那我不就是怕你受伤害吗？不就是怕你遇到危险吗？怎么你这个事情你也怪我？但我觉得你很烦啊！我自己的正常社交我能管控啊。就因为这事情，我有一次跟朋友出去吃饭，我没跟他说，因为只要他知道，他就电话轰炸我。然后他那天我在那儿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跟我打了好多视频，我就去卫生间接了一下，怕他担心嘛。结果当时他不相信我，他说你把手机拿出去，他要看我跟谁在吃饭。事情是这样子的，那天下午我一直联系不到他，我就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我就不知道他去干嘛了，特别担心的，我就跟他一直打电话，一直打视频，等到下午6、7点他才接电话，在卫生间里面，我说你在干嘛？他说他在跟闺蜜吃烧烤，我一看我就知道那不是吃烧烤的地方嘛，因为我们那边我家我都熟悉，我们那边烧烤摊的长什么样我都知道，那一看就不像是烧烤摊的卫生间。我说你把手机拿出去看一下你在跟谁吃饭，结果发现除了她闺蜜还有别的男生。那我跟我朋友出去商量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呀，因为你很烦人，每一次我做什么事情都一天把我时间安排的满满的，我想有一点自己的私人空间，不可以吗？都成年人了，而且他大3，我大4，我们俩就感情也不稳定，就是他也快毕业要实习了嘛，我不想再这样每天就是生活在这种吵架呀，就特别烦，每天都在他给我说教，就在闹矛盾，我不想再这样继续纠缠下去了。明白了啊，所以咱们简单梳理一下，就会发现一个自称是浪子的男孩，在一次车展上碰到一个姑娘，他愿意为这个姑娘洗面革新，姑娘也相信了。但是姑娘发现，在这个跟这个男孩相处的过程当中，这个男孩子好像还是有一些毛病没改的，这是其一，对吧？对。其二是女孩觉得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了冷落，因此2个人就分手了。没成想，分手半年之后，2个人在相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再次相遇。于是就复合了，对吧？是的。复合之后，男孩发现说：“哎，怎么这个女孩子对我的这个态度有一个180度的转变呢？过去是她主动，现在是我主动，对吧？”对。然后你就会发现，男孩所说的主动是干预女孩的兴趣爱好，对吧？强迫我。干预女孩的价值观，干预女孩的这个交友。对。男生把她统称为因为我喜欢你，我们要寻找共同的话题。这个时候女生说不行，我累了，我怎么觉得这不像我想象的恋爱或者叫爱情，对吧？对。然后女生是说我大4了，不如咱们就分手，对吧？对。男生现在不愿意放开这个手，对吗？不愿意。今天就来这儿了，对吧？那这个背后到底有什么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和看法，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包红兄女生是不是感觉你们复合以后，这个恋爱谈得有点累？对，很累，因为他每天都强迫我做不喜欢的事情，而且你也怕再次受到伤害。对。男生有一个变化，他现在并不是像以前这么依赖你，对你这么热情，甚至你感觉他有一点冷漠了。是呀。但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的冷漠并不一定代表着无情，有时候是选择逃避伤害的一种方式。我认为21岁的年轻人，以前犯点错很正常，自己知道错，这是一种最大的进步。如果自己认为不以为然，我以前做的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年轻人就这么率性，你们老头子是不懂的，那你完了。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由于你在情感方面春风得意，你已经习惯成自然了，你每次都要主导左右爱你的那个人，但是他接受不了。另外，我认为你们2个人的核心问题是，现在是确实破镜重圆了，但是裂痕它依然在那里。等到他感到累的时候，甚至感到
有点害怕的时候，他会放大那个裂痕，甚至裂痕的阴影笼罩着你们现在的这恋情。所以你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能不能从这样的阴影当中走出来。我们让那个裂痕通过这样的一种情感真的让它消失，甚至让它尘封，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所以现在如果这一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反正你也有人爱，继续找人爱吧，好不好？谢谢波红兄。来，莎娜老师。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然后每一个女生呢都梦想着自己能收服一个浪子，会觉得收服一个浪子是一件能证明自己魅力存在的事情。但是殊不知还有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没有发现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分手之前的这段感情，女生从来没有强调过自己的私人空间问题，可是为什么在复合之后就开始频频强调自己的私人空间呢？就是因为在之前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女生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收服浪子这件事儿上，而复合后呢，放在了我知道他本性难移。所以其实你跟他再在一起，你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个人是一个风筝，你拽不住他。你看你们两个人复合之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男生，我们不能否认你可能是真的有一颗想要跟他再好好开始的心，但是你没有用心，你所有的恋爱都是套路式的模式恋爱方式，每次都是为了什么而达到什么，为了制造你们两个人共同的话题，所以我要分享我的兴趣爱好。可是你问过他的兴趣爱好吗？所以我觉得认真谈恋爱可以，有这颗心很好，但是请要用心。谢谢。谢谢莎娜老师。来，严老师。我觉得你们两个特别相像，想想你们的模式，在第一段感情的时候，男方占主动权哦，女生打电话他不接，女生发微信男生不回，女生想要知道男生在做什么，想和他在一起，男生说我去打游戏了，我闲的时候会找你。再看第二段关系，完全倒了个个儿，男生拼命给女生打电话，女生不接，男生问女生你去哪儿了，女生不告诉你，男生变成了被动，女生变成了主动。为什么会同样的两个人在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感情中却出现了完全颠倒的这样的位置呢？你们可能没想过，因为你们是一类人，你们都是不懂珍惜，不会感恩，只想控制，不去思考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当第一次在一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很希望和一个男孩子开展一段爱情，她努力的想去和你走近，你根本不知道感恩，不知道珍惜啊，只是我行我素，我要打游戏，我要陪兄弟，我要干我的事儿，我要考试，对不起，我所有的事做完才有你的份儿。第二段感情也一样啊，我要和闺蜜在一起，我要去做我喜欢的事儿，你不要干预我的个人生活，我所有的都是我，根本不去想对方他是在做什么，他是不是想为这段感情而努力。谁都不愿意为对方付出更多，谁都不愿意去感恩对方对自己的关注和好，所以不去思考我们怎样去经营一段感情，只是想控制，甚至不懂得思考到了这样的境地，我是不是不喜欢这个人。如同第一段感情的时候，其实男生完全没有开启喜欢他的这扇门，你那个时候不喜欢他，女生现在不喜欢你。如果不喜欢，为什么不去思考，不去面对，不去告诉自己，告诉对方我们这段感情不合适，我们彼此不欣赏，我们把位置留给欣赏你的人，不好吗？所以你们太像了，遗憾的是又彼此不欣赏不喜欢，那把这个位置空出来，好好的梳理自己，等待一个能够读懂对方，彼此珍惜，彼此感恩，想要走进对方世界的人，好吗？谢谢。谢谢严老师。来，付琪老师。爱是错，
所以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我倒觉得挺正常的。在相爱的过程中，互相试嘛，对就是对，错就是错。现在发现对方是一个兴趣爱好和自己不一样的人，消费观念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啊，价值观和自己不一样的人，社交方式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说白了，这不就是错吗？这很正常。你们之前第一段关系的时候，你无所谓的时候，他追得特别紧；到第二段关系的时候，哎，你追得特别紧的时候，他无所谓。这个我们有一个词叫恋爱的双歧法则，就是一个人近，一个人就一定远。那个人近了，哎，这个人又远了，这是为什么？我跟你们讲，很简单，它其实和爱没关系，它是一种欲望，就它是两种欲望的极端之间的摇摆，一个叫贪欲，一个叫占有欲。当一个人贪欲起了，我想要更多的恋爱关系或者更多的异性的时候，他就远了。结果那个人占有欲就起来了啊！你怎么可以有那么多人啊？我不行，我必须要管住你。所以那个人就急了，他就开始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的，当你的贪欲起来之后，你的占有欲就起来了。看清楚自己心里的贪欲，看清楚自己心里的占有欲，那跟爱情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要去爱一个人，我希望和那个人是志同道合、情投意合，而不是他样样都和我一样。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女生挺清楚的嘛，女生提出分手了嘛，男生现在有点不服气，说为什么我这一段我这么认真的付出，我得不到回馈或者叫回报，是吧？委屈的很是吧？冤枉的很是吧？对。啊，那曾经也有很多女生对你一腔的付出，为什么没有得到回报呢？因为我觉得没感觉。那你现在就替她想一想，这个女生对你现在的方式没感觉了。所以老师们分析了很多，我就觉得年轻人就面对现实就好了。你愿意为他守很多规矩吗？愿意。你愿意为他守很多规矩吗？不愿意。结束，恋爱结束。行了，年轻人的爱情还有大好时光、美好生活等着你们呢，何必纠缠在这么一段关系当中呢？来，接下来进入真情60秒。我觉得我跟你认识这么久以来，我是真的特别喜欢你。我们之前做的约定还没有完全实现，当初我们定好的一定要周游全国，现在才走了1/4。我们未来还很长，我觉得不应该就此结束，你应该仔细想一想，再给我一次机会。你要是觉得我哪里做的不好，你可以跟我讲，我可以改，对不对？但是我们俩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每天都在吵架，互相怀疑，然后我觉得我谈得很累，我还是再想想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登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接下来就看一看这对年轻的恋人，他们作何选择，请开门。
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京云 AP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有网友提问说，在一起1年半了，我像个陌生人，他的微信、QQ 像小号一样，我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生活，他的家人朋友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从来不让我走进他的生活。请问老师，我们还有在一起的必要吗？你到底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让你走进他的生活？也许你一旦走进了他的生活，就已经扰乱了他原有的生活。既然一个男人这么不想让你走进他的生活，那干脆永远都不要走进去。最后就是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